我给你们讲个非常可怕的事情，非常可怕。如果你听懂的话，你可能真的会因为这个点儿瞬间醒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本欲度众生，反被众生度。当周老师每天有一颗度人之心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到最后我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。那么凡动刀剑者，必死于刀下。总是想害别人的人，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真真正正的敬畏因果，敬畏宇宙规律，敬畏天道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人道是什么？是伦理道德。如果你做的一些事是违背伦理道德的，一定受人唾弃。那地道是什么呢？地区的法律政策，你违背了，一定受法律的制裁，没收你的所有财产，甚至你得就坐监狱，失去自由。但是如果说你顺应了人道呢，大家都觉得你是好人，大家都支持你，对吧？全地球80亿人，每人都支持你1块，你都是80亿的富豪。那么如果说你顺应了地道呢，对吧？国家给你税务补贴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来海南发展？因为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讲，我们企业的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巨大的优惠啊。那但是这两个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天道啊！天道是什么？因果法则就是天道。你今天种什么因，明天就会得什么果。你想帮助别人，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帮；你想害别人，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害。可能此时此刻的你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那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怎么知道周老师不是在经历人生至暗时刻呢？周老师创业这么多年，有被人误解过，有被人侮辱过，有被人陷害过，有被人背叛过，有被人绑架过，有被人真的是利用过。此时此刻的周老师其实也在经历一场背叛，一场特别痛心的背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个人啊，这个人负债几百万，在你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千万富豪，但是你无比的信任他，你无比的爱他，在背后咔咔咔捅你3刀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但是我不会指责，我也不会抱怨。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劝我说，周老师，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，所以你总是被人欺负，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，你以后不能再轻易相信一个人了。我说不行，那不行，我就要像以前一样，我今天把心捧给你，你伤害我了没关系，不耽误我把心捧给第二个人。如果因为一个人伤害我，我就不把心捧给别人，我就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了，那一定是我的损失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，他之所以他的人生越走越窄，他的朋友越交越少，就是因为他被一个人伤害，他就再也不信任这个世界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坏人他依然是少数的，好人还是多数的。这次来到三亚，说实话啊，也是我心情的一次低谷。我已经17年没有哭过了。在我初中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哭泣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一个同学说：“周文强，你的眼泪太不值钱了。”从那天起，我的父亲破产，我只能被迫辍学去工地，我没有哭。我在工地被人打，我没有哭。我在工地那么辛苦，然后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没有哭。我在工地打工赚了2年多的钱，去报河南省分院电脑学校，结果被校园霸凌，被人打，100多人拿钢管打我，我没有哭。那么经历了很多的这些别人的误解呀、网暴啊，甚至是绑架，我都没有哭。但是这一次我在三亚痛哭流涕，因为真的就是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当然了，也谈不上恨吧。当你被一个你最信任的人背叛的时候，真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和伤心。我伤心的不是他背叛我，是好不容易我帮助了一个人从负债几百万到变成了千万富翁，实现了财富自由。因为他做了背道的事儿，我能看到他的下场啊，我能看到他会像5、6年前那个背叛我的人一样，会失去自己所有的一切啊，甚至有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啊。所以我哭，但是呢，我依然会保持我的善良。不管这个世界多少人怎么对我，我永远会深爱这个世界，保持我内心当中的这份纯净和善良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造就了今天的周老师。这颗赤子之心，我永远不会变。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通过周老师的故事来去理解自己的人生。不管我在经历什么，我的学生遇到问题，我永远是第一时间回复他。可能我正在被人背叛，我还要去辅导一个别人啊，要把别人的心情给别人辅导好。但是恰恰是这样，我的成长是最快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坎儿你过不去了，我想告诉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0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，一定也有一个坎儿，你当时觉得过不下去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看，那都不是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人生走到谷底了，往哪儿走都是向上，叫心不死则道不生。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开端呀！倘若穷途末路，那便势如破竹。所有大彻大悟之人都曾经历过无药可救，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件事儿，我们都要拿到背后的礼物。痛苦的背后是礼物，孤独的背后是光彩夺目。我要问自己，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10大好处是什么？它来教给我什么？它能让我获得什么？它能让我如何能够离道再近一点，离道再近一点？想象一下，如果王阳明没有被宦官刘瑾陷害，含冤入狱，被贬龙场，就没有王阳明的龙场悟道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孔子
没有被贬离开鲁国，而且郁郁不可得志，累累如丧家之犬，没有一个国君愿意接受他，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孔圣人。所以，我们经历的所有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来成就我们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老子的图书馆没有被官兵所烧，也不可能有后来的老子悟道，也不可能有后来的《道德经》。想象一下啊，如果没有佛陀的那个国家都被灭了，然后呢，他被人活活毒死，也不可能成就让他能够真真正正的修成道本身啊！想象一下，如果耶稣没有被他的弟子出卖，他也不可能成圣。所以经历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把我们给练成。永远保一颗纯善之心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不管这个世界上你遇到了多么坏的人，记住，永远有好人，永远相信光明，永远相信美好，你的人生就一定会美好。希望大家不要放弃，做一个好人。如果说你问我说，周老师，你如果想培养你的孩子，有5个最重要的品质是哪5个？我会说，第一个善良，第2个孝顺，第3个那就是你要有自立、自强、自主、自信。如果说你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全去掉，只能剩下1个呢？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我会剩下的那一个叫善良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，永葆一颗赤子之心。我觉得这是我成功的核心秘诀，叫真金不怕火炼，永远保持道心通明，才有可能有一天修成道本身。我本圣贤，人人皆可成圣成贤，不是我说的，是王阳明先生讲的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像阳明先生一样，能够悟道，能够成道，能够成为圣贤。王阳明先生此生又被多少人背叛，被多少人陷害，含冤入狱啊，对不对？被贬农场啊。所以永远保持这颗赤子之心，像周老师一样，真金不怕火来炼。不管别人怎么对你，我们永远要用爱对待这个世界。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我希望能够真真正正的把我的毕生所学全部传播出去。因为曾经的周老师是一个普通人啊，一无所有，就是因为不停的学习，然后呢，搞懂了什么是道，搞懂了什么是规律，所以创造了一点小小的成就。我希望把我所学，把我所认知的道，把我所认知的规律，把我所学会的智慧和财商全部传播于世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今天周老师送你们份大礼，那就是周老师的财商课、周老师的播商课都可以免费送给你，免费体验。点一下方链接报名周老师的微课。这4天的课程讲什么呢？讲财商智慧，讲创业，讲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，讲如何直播，讲如何抓住当下最新的赚钱趋势跟风口。你未来有机会来到我的现场听我讲课，甚至成为我的学生，都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点击下方的财商智慧课程报名，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。